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牙医从不会主动告诉你的秘密。花上好几十万元去做植牙，可能其实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也许你会想，植牙不是现代医学的奇迹，能让缺牙的人恢复美食、享受和自信笑容吗？没错，植牙确实是牙科的重要发明之一，但它绝对不是万灵丹。如果忽略了自身条件和术后维护，它反而可能在你的口中埋下一颗健康的定时炸弹。今天我们就用白话来拆解植牙真正的流程和其中潜藏的短期与长期风险，带你看清这背后的真相，并告诉你那些聪明人早就开始使用的更好办法。首先，想象一下你坐在牙医诊疗椅上的情景，牙医遗憾地告诉你，你缺的那颗牙最好装一根人工牙根，也就是俗称的植牙，不然的话，邻近的牙齿可能会慢慢倾斜，影响咬合，甚至脸型都可能改变。你看着牙医在纸上列出的植牙方案和天价费用，心里七上八下，一颗牙动辄要价十几万，新台币几十万下去才能换回满口好牙，真的值得吗？可是另一边又有亲朋好友跟你说，咬紧牙关做吧，植牙才是最好的，一劳永逸。于是你半推半就的点头。同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各地牙科诊所上演，病患满怀期待的掏空荷包，以为装上人工牙根就万事大吉，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植牙手术背后的风险以及日后可能面临的隐患。回顾历史，其实人类对于补上缺牙的渴望自古有之。远在古代，人们就绞尽脑汁想剃掉了的牙齿找替补，有的文明用木头或动物的骨头、象牙来制作假牙。在古罗马和伊特鲁里亚贵族的坟墓里，考古学家发现用金丝固定的假牙，甚至直接把别人的牙齿镶在自己牙床上的案例。中古世纪的假牙多半不够牢固实用，只能算是聊胜于无的装饰。直到近代，活动假牙的制作才逐渐成熟，但仍旧只是拆下来洗一洗的替代品。人们一直梦想着，能不能有一天直接长出一颗新的真牙呢？现代植牙技术的出现，让这个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一位瑞典骨科教授在2052年进行实验时，偶然发现钛金属这种材料插入骨头后，竟然会和骨骼紧密结合，难以取出。这项意外的发现就是著名的骨整合现象。经过10多年的研究与动物实验，终于在2065年，这位布伦马克教授将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一位病人的下颚，成功让他重新获得咀嚼能力。那是全世界第一例现代意义的牙齿植入手术。从那之后，人们仿佛看到了重生的希望。原来缺牙不一定要终身遗憾，一根小小的钛金属螺丝就能在颌骨内替代牙根，撑起一颗新牙。由于钛合金相容性极佳，患者的骨头会牢牢长在植体表面，仿佛这金属原本就是身体的一部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正因为如此，植牙被誉为20世纪牙医学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许多牙医师在学校受训时，都把能够为患者植牙当作专业技术的高峰之一，也深信自己在为病人重建幸福生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时很骨感。虽然植牙技术从60年代问世以来愈发成熟，成功率一度高达90%以上，但你知道吗？看似坚若磐石的人工牙，其实存在着不少致命的风险，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被充分告知而已。让我们从头说起，植牙到底是怎么做的？想象牙床就像一块土地，植牙就是在土地上重新埋下一根树苗。这棵树苗不是别的，正是一根金属制的人工牙根。医生首先要在你的齿槽骨，也就是牙床的骨头上钻孔。没错，就是拿特殊的钻头在骨头上打洞。这听起来很骇人，但医生会先帮你打麻药，你实际上不会感到钻孔的剧痛，只会有一些强烈震动和压迫感。但风险就在这一步悄然埋下。如果医师技术不够精细，或者术前评估不够周全，钻孔的位置深浅不对，可能发生什么事呢？一种情况是鼻窦穿孔，这多见于上颚后方的牙齿，例如上颚大臼齿，缺牙时植牙。如果上颚骨的高度不足，医师又执意将齿体钻得过深，就有可能捅破上方的上颌窦，
也就是鼻窦腔底部。结果就像在楼板上打了一个洞，病人的鼻窦和口腔不该相通，现在却被硬生生打通了。一旦发生鼻窦穿孔，轻则植牙失败，无法稳定固定，重则引发反复的鼻窦炎感染，治疗起来既麻烦又痛苦。另一种风险发生在下颚骨里面，通过一条下齿槽神经负责支配我们下唇和下巴的感觉。如果植牙时评估不当，人工牙根钻入的深度太长，碰到了这条神经，就可能造成下齿槽神经伤害。有的病人术后出现下唇、下巴麻木不适，严重的甚至会影响说话进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一旦神经受损，恢复起来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除了这两大解剖位置相关的风险外，任何手术都存在的通用风险，植牙也一个不少。比如术后感染，尽管牙医师都会尽量维持手术无菌，术后也开抗生素预防，但仍有少部分患者伤口会出现感染、细菌滋生。如果发生感染，局部会红肿、剧痛，甚至流脓，需要立即就医处理。有些感染严重到不得不把刚植入的人工牙根拔除，清创前功尽弃。再比如肿痛与不适，这几乎是每个植牙患者术后都会有的正常反应。刚刚在骨头里打完洞，身体组织正经历创伤反应，脸颊肿胀，伤口隐隐作痛是难免的。通常几天到1周会逐渐消退，但这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有些人甚至需要请病假在家休养。看到这里，你可能想问，医师不是都会在术前做评估，甚至拍 3D 断层扫描 CBCT 确认骨头状况吗？怎么还会发生这些问题？事实上，大部分正规的牙科医师确实会尽力降低风险，但风险永远不可能是零。即使医生再小心，病人个体差异、骨头密度、解剖变异等都有可能让意外发生。有时候，哪怕医生没有明显失误，你的身体状况也可能让植牙结果不如预期。举个例子，有些患者的颌骨条件天生不好，骨质疏松、骨量不足，为了让植体有足够支撑，医师可能会建议先做骨移植、补骨粉或鼻窦提升手术，以增加骨头的高度和厚度。如果病人拒绝了这些附加手术，执意要直接植牙，或者医师自己判断失误，跳过了这些步骤，那么植体稳定度就会打折扣。简单来说，骨头土壤不够肥沃松软，树苗当然扎根不深，日后更容易倒。上述这些是植牙手术短期内比较明显的风险，手术台上下来几天内就能感受到的问题。但是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在你植牙成功，风风光光装上假牙冠，开心得不得了地使用了好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爆发的那种长期隐忧。有些人在植牙初期用得很顺利，甚至1-2年内都觉得哇，跟真牙一样牢固，结果没想到在第5年、第7年开始发生问题。最常见的就是一种被称为植牙周围炎的可怕疾病。什么是植牙周围炎？简单来说，它就像是发生在人工牙根周围的牙周病。我们知道，真牙若是不注意口腔卫生，牙龈会发炎、红肿，甚至支撑牙齿的骨头都会被细菌慢慢啃食，造成牙齿动摇脱落，这就是牙周病。而植牙虽然不会蛀牙，但一样会得周围炎。细菌在人工牙根与牙龈交界的地方滋生，先是引发牙龈发炎，称为植体周围黏膜炎。如果此时还不重视、不治疗，细菌就会进一步侵蚀深处的骨头。由于人工植体是直接植入骨头的，当周围骨质被细菌破坏时，植体就失去了支撑，开始松动。更糟的是，这个过程常常悄无声息，很多患者没有痛觉，平常也感受不出异样，直到有一天照 X 光或植体开始晃了，才发现骨头已经流失了很多。一颗花了10几万的植牙，可能就这样面临报废。而更大的麻烦在后头拔除松动的植体后，原本的齿槽骨肠已经被细菌破坏得坑坑洞洞，以后想再植第2次牙都难，甚至连装假牙，牙桥都变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植牙周围炎比喻为埋在口中的定时炸弹，它潜伏期长，一旦爆发，杀伤力惊人，足以让你先前的投入功亏一篑。也许你会好奇，植牙周围炎到底常不常见？
是不是我运气很差才会遇到？根据牙医学界这些年的研究，答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不同文献报告的数字略有差异，但大体而言，在植牙后5到10年内，大约每5个患者就有1人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植体周围骨头流失。植牙周围炎，如果患者本身有牙周病病史，那这个比例还可能高出数倍。有研究指出，有重度牙周病病史的患者发生植体周围炎的比例高达将近30%，而那些从没牙周病的人发生率可能不到1%。差别如此悬殊，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引发牙周病的罪魁祸首细菌，并不会因为你换成人工牙根就对你网开一面。相反地，如果你的口腔环境原本就细菌横行，或者你本身刷牙习惯不好，牙龈容易发炎，那么细菌一样可以附着在人工牙根上作乱。而人工牙根周围缺乏真牙那种专门的韧带与免疫防御系统，一旦细菌攻陷牙龈屏障，就直捣黄龙，跑到骨头表面，开始大快朵颐的啃食你的颌骨。更麻烦的是，人工牙不像真牙那样有神经活性，当它周围发炎时，你往往感觉不到疼痛警讯，所以不知不觉中问题就严重了。除了牙周病史，还有几种体质条件会大大增加植牙失败或周围炎的风险，其中之一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由于血糖偏高，身体的微血管循环和免疫力都比较差，伤口愈合速度慢，也比较容易感染。如果血糖控制不佳就去植牙，术后容易伤口愈合不良，甚至形成慢性感染。而就算初期顺利度过难关，长期的高血糖环境也会让牙周组织发炎反应更明显，植体周围炎找上门的几率比常人要高。再来是抽烟，抽烟对口腔健康的破坏众所皆知，吸烟者牙周病盛行率远高于不吸烟者，而对于植牙患者来说，吸烟同样是大敌。不仅手术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烟草中的有害物质还会加速牙龈组织的发炎与骨头流失。有统计显示，重度吸烟者的植牙失败率和植体周围炎发生率都明显高于不吸烟者。最后一个常被提及的因素是口腔清洁习惯。不要以为装上人工牙就万事大吉，不用刷了。事实正相反，你更需要勤奋清洁。植牙周围没有天然的牙周膜保护，一旦清洁没做好，细菌更容易附着滋生。所以，如果一个人平常刷牙马马虎虎，从来不用牙线或冲牙机，那么就算花大钱种了一嘴牙，最后可能还是全部沦陷。很多牙医师都有遇过那种花了几十万做全口植牙的长辈，结果几年后每颗植体周围都是脏兮兮，牙结石斑斑，牙龈红肿发炎，最后只好含泪把植体全数拔除。那场景真的是谁看谁心痛。牙医不说的秘密或许就在这里浮出水面。植牙并非你以为的那种种下去就一辈子牢牢稳稳的解决方案，它需要你有良好的体质条件做基础，也需要你日复一日悉心的爱护清洁，更需要定期回诊追踪。一颗人工牙的平均寿命其实和许多因素相关，从医师技术、植体品牌、患者骨质到使用习惯、清洁程度都息息相关。如果缺了这些配合，植牙就像玩一场昂贵的赌博，赌注正是你口袋里的钞票和颌骨里的骨头。许多植牙失败的案例，问题未必出在医生技术不好，而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埋着慢性发炎的地雷，在手术后迟早要引爆。说到这，你可能要问了，既然植牙有这么多风险，为什么我的牙医从没告诉我？为什么感觉每个牙医都在推荐植牙，好像除了植牙就别无选择？这里头有几个原因。我们不能否认，植牙是牙科领域的尖端技术之一，对许多病例来说确实是最佳解。牙医师受训时也被教导，植牙成功率高，效果佳，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出于善意在建议你，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植牙通常利润丰厚，一颗的费用往往抵得上传统假牙牙桥的数倍。如果遇到的是比较年轻激进的牙医，他可能更热衷于发挥自己的植牙专长，对保守疗法兴趣不大。此外，有些诊所为了营销，几乎把植牙说成零风险、零缺点的完美方案，让病人理所当然觉得缺牙就该植牙。至于那些替代方案，则常被一句带过。戴活动假牙很不方便啦，
做固定桥要磨损两边牙齿，不值得等等。于是不明就里的患者往往就此错失了探索其他选项的机会，匆匆踏上植牙这条路。那么除了植牙之外，我们究竟还有什么选择呢？难道真的要像古人一样带着传统假牙天天拿出来泡水刷洗吗？别急，重点来了，真正聪明的人在衡量自己的条件后，其实早就选择了另一种更安全、省钱又省心的方法来取代植牙。这里所说的这一招，其实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新科技，反而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那就是传统的假牙与牙桥技术，不过经过了改良升级，变得更加实用贴心。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一听到假牙两字就皱眉，假牙不是很老派又麻烦吗？其实现在假牙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我们一项一项来说。方案一，粘着式牙桥。如果你只是缺少单一或少数几颗牙，而且周围邻近的牙还健康，那么聪明的人常用的一招就是粘着式牙桥。这名字听起来拗口，通俗一点形容，它就像给你缺牙的空当装上一颗隐形牙套牙。具体做法是，牙医会为你客制一颗假牙，通常是陶瓷或树脂材质，看起来很像真的。然后在假牙的两侧各延伸出一个薄薄的翼板或支架，这些翼板通常是金属或强化纤维做的，形状贴合你缺牙区两侧邻牙的内侧面。安装时，医生不需要大动干戈地磨小邻牙，只需在邻牙的背面稍作粗化处理，然后用高强度的齿科粘着剂将这个带翼板的假牙粘贴固定在邻牙上，等粘着剂固化。一颗宛如真牙的假牙就这样吊桥般悬挂在缺牙的空间里，填补了空缺。粘着式牙桥又称马里兰牙桥，早在1970年代就有原型，但随着粘着材料和设计的不断进步，如今已经相当可靠。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可以做到无痛无创地安装，因为不需要削磨健康的邻牙，也不需要手术种植人工牙根。对患者而言，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首先就是便宜，省去了植牙的钛合金材料费和手术费。整个制作安装粘着牙桥的费用通常只是植牙的一小部分，有的牙医戏称这叫穷人的植牙，但许多精打细算的朋友即使不差钱也愿意选择它。为什么呢？因为安全省时啊。想想看，做一颗粘着牙桥，从取模到粘上去也许1-2周内就能搞定，有些数位技术甚至当天立即制作安装。而植牙呢，先要手术植入人工牙根，然后等上3到6个月骨头长合，再装牙冠，中间任何一步出状况都得延期，时间就是成本，更何况手术的痛苦与风险也免除了。如果不说，谁会看得出你那颗牙不是肿出来，而是粘上去的呢？当然，粘着式牙桥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和限制，由于它主要靠粘着剂固定在邻牙内侧，如果你缺的是大臼齿这种受力很大的牙位，粘着桥可能没那么牢靠，长期嚼硬物可能脱落，它比较适合前牙或小臼齿等咬合力适中的区域。此外，粘着桥虽然对邻牙伤害小，但粘着剂久了可能老化，需要定期检查，有松动迹象时重新粘贴或更换。不过即使掉了再粘上去就好，不会像牙桥断裂或植牙失败那样难以挽回。正因为维修容易，损失小，很多牙科医师其实也乐见其成。与其让病人冒很大风险去植牙，不如先用粘着桥试试水温，日后真的有需要再升级不迟。可以说，粘着式牙桥是一种兼顾了保守和创新精神的方案，它让你以较低的代价恢复缺牙，不伤邻牙又不伤元气。许多聪明人，特别是那些对手术存有疑虑或是身体条件不允许的人，早就透过亲身经验认可了这套方法的好处。方案2，传统固定桥。如果你的缺牙位置受力比较大，或者邻近牙齿本身就有大面积填补，需要做牙套，那么传统固定式牙桥也是一个可考虑的选择。固定桥的历史甚至比植牙还悠久。所谓缺一颗补3颗，说的就是这个原理，把缺牙两侧相邻的牙齿磨小一些，套上牙套，同时在牙套中间悬吊一颗假牙，3个连成一体粘在一起，就像造桥一样跨过缺牙的间隙。固定牙桥的优点是咬合稳定，咀嚼效率高，
因为它是以两侧真牙做支柱，承受咬力，不用担心会像活动假牙那样移位脱落，感觉就跟原来的牙齿差不多。而且它的费用通常比植牙低一些，虽然比粘着桥高，因为牵涉3颗牙的制作，对某些不适合植牙的患者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不过，固定牙桥有明显的缺点，它需要磨除两侧的健康牙齿表面，这对很多人来说心理上难以接受。好端端的牙齿为什么要削小？但为了装牙套，珐琅质的确得让路，而磨小牙齿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牙神经受刺激，甚至发炎。有少部分人做完牙桥邻牙会需要做根管治疗，以及日后牙套边缘可能藏污纳垢，邻牙更容易蛀牙等。还有一点，牙桥难清洁是出了名的，牙套与牙套之间连在一起，你无法用牙线从中穿过，只能使用特殊的牙线穿引器或小刷子从桥体下方清洁。很多人嫌麻烦就草草带过，久而久之牙桥底下容易发臭、发炎，而且牙桥有个易损俱损的问题，一旦其中一颗支柱牙坏了，整座桥就毁了，到时候可能不得不拆掉重做，甚至改成别的方案。所以固定桥比较适合邻牙本来就该上牙套的情况，顺便解决缺牙，一举两得。否则的话，为了1颗牙而牺牲2颗牙的做法其实并不划算。方案3，活动假牙、可摘式假牙。对于缺牙数目较多甚至全口无牙的朋友，活动假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假牙、满口假牙依然是个经典且实用的方案。或许你会想，活动假牙不是很老掉牙的东西吗？但事实上，全球上亿的缺牙长者正在使用活动假牙自在地生活着，其中不乏高龄而健康长寿者。活动假牙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相对便宜且制作简便，不用手术，没有植牙的禁忌症限制。绝大多数人只要还有几颗牙，或即便全没牙，都可以配置一副合适的假牙。现代的假牙材料和设计已经比过去舒适许多，树枝牙床的颜色形态拟真，牙齿排列也讲究力学平衡。刚戴时或许会有点不习惯，但调整一段时间，多数人都能适应，重新享受咀嚼的乐趣。对预算有限或身体状况不允许大手术的患者来说，活动假牙无疑是一座桥梁，让他们可以以可负担的代价重拾基本功能。活动假牙的缺点大家也知道，一些需要每天摘戴清洗，是比较麻烦，咬东西的力度不如真牙或植牙，有些特别硬黏的食物可能咬不动。还有就是心理上，有些人在公共场合会担心假牙松脱的尴尬。不过现代牙科也发展出许多改进技巧来提高活动假牙的稳定。例如，有条件的患者可以考虑在齿槽骨内植入2到4根小型植体作为按扣，让全口的活动假牙扣在这些植体上，这叫做植体固位覆盖式假牙。它结合了植牙与假牙的优点，只用少数几只植体，创伤和费用都比传统全口植牙小得多，却能大幅增加假牙的稳定。吃东西几乎不晃动，而且假牙仍然可以每天摘下来清洁，卫生维护方便，长者自己或家人照护起来都轻松。一些手不灵活，没办法好好刷牙的高龄者，如果硬是种了一口固定牙，其实很难清洁干净，最后反而容易因植体周围炎全军覆没。相比之下，2颗植体加活动假牙的方案既保障了清洁，又降低了手术风险，可谓折中之妙招。综合来说，传统牙桥也好，改良粘着牙桥也好，活动假牙也好，各种方案都有其适用情况和优缺点。真正聪明的人会在做治疗决定之前充分了解每种选择的代价与风险，而不是一窝蜂只追捧单一疗法。当然，我们并不是在唱衰植牙技术，植牙作为现代医学的结晶，帮助无数缺牙患者重新找回了生活品质。如果你条件符合，比如齿槽骨条件好，身体健康无抽烟等不良嗜好，也愿意承担定期保养的责任，那么植牙依然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为你带来20年、30年甚至更久远的美好笑容。但相反地，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前面提到的高风险族群，过去因牙周病掉了很多牙，全身慢性病缠身，或者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负担巨大后续开销，那么绝对没有必要勉强和别人比拼。嘴里的高科技对你而言
踏实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可长久维持的方案才是王道。哪怕它听起来没那么时髦，但至少日后你能睡得安稳，吃得开心，不必日日担忧嘴里那颗昂贵的螺丝钉什么时候会松动报废。还有一点很重要，保持自己的天然真牙永远是上策。有些牙医师感叹，现在不少年轻医师和病人都迷信植牙，动不动就说这牙不如拔了种一颗新的。其实任何一颗能保留下来的真牙价值都远高于人工牙。真牙有神经，有韧带，有天然的感觉回馈和免疫防线，是大自然经过漫长岁月为我们设计的完美配件。所以聪明如你，首先应该做的是好好爱护自己的每一颗牙齿，定期检查，早期治疗小毛病，该根管治疗就治疗，该装牙套就装牙套，能不拔则不拔。当然，假如不幸还是走到缺牙这一步，也请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秘密。在牙医天花乱坠的植牙广告词背后，其实还有其他路可以走，而且走对了路。你可能省下的不只是金钱，更有宝贵的健康和安心。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口好牙确实能让我们品尝更多美味，笑得更加灿烂。但请谨记，好牙不一定非得建筑在钛金属之上。科技给了我们新的选择，但也别忘了传统智慧的价值。有时候最昂贵的方案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相反，简单朴实的方法反而可能让你走得更长远。牙医可能不会主动告诉你的那些话，我们今天都摊在阳光下了。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中，是豪赌一把，追求看似完美的植牙，还是量力而为的采用聪明人的妙招。相信只要充分了解自己和各种治疗的真相，你一定能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最明智的抉择。愿你我都能拥有健康无虞的笑容，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细嚼每一份人生的精彩。